蔣經國和鄧小平是麻吉，一起喝酒，一起嫖俄羅斯大妞，你不知道吧？那蔣经国后来就操冯玉祥他女兒，是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他爹是中国的一把手啊。中山大学呢，为了方便，专门设了一间房子，空的宿舍，就是叫炮房，俄語他們叫優惠室，每一對男女同學可以用2個小時，還不夠啊！蔣經國每天晚上都要騎馮福能，他媽排不上，也不可能每天晚上第一炮都讓蔣經國、馮福能罷了呀。所以蔣經國呢，荷爾蒙爆棚，嫌這個炮房排不上。哎，他想起來，他到蘇聯的時候，斯大林他大伯跟他說有事找大伯，他真的去找斯大林去了。蔣經國日記裡邊都有，他說那個炮房不夠，我很痛苦，大伯你要幫我。哎操！斯大林一看，這算個雞巴事兒啊！我操，回去吧。第二天，校長就給蔣經國特意準備了一間臥室，哎，你可以專用的啊，你可以天天在這兒打。2個人呢，以夫妻相稱，革命夫妻，天天操逼。蔣介石的兒子每天在這個地方騎馮玉祥的女兒。有一個事兒你們可能不知道，蔣經國和鄧小平各據一方啊，都是雙方的第2代領導核心。他倆是鐵哥們兒，他倆一起同窗，一起嫖娼，他倆就一起沒有打過仗。那蔣介石和鄧小平是什麼時候做的同學呢？是在莫斯科中山大學，不但熟識，還住一個宿舍。蔣經國先生這一生中都管鄧小平先生叫大哥。為什麼說他倆嫖呢？今天的人提起俄羅斯來，好像就是神聖不可侵犯一樣，因為共產黨那邊的傻逼們都是啊，其實很人性化的啊。莫斯科中山大學除了蔣經國之外，還有劉少奇、葉劍英，大名鼎鼎，這些人都是這個學校的學生，國共2黨都有。蔣經國當時毫無疑問是這個學校裡最耀眼的明星啊，因為他爹是中國的一把手啊。校長拉迪克先生是親自到火車站莫斯科車站去接蔣經國，蔣經國去留學，到莫斯科獲得斯大林的親自召見。斯大林開口就說：“我跟你爹蔣介石是鐵哥們兒，你來我這兒留學非常榮幸，你有什麼困難跟大伯說啊，我跟你爸是我老弟，我是他大哥。”我就是你大伯。所以蔣經國到了莫斯科1年以後，鄧小平從法國轉學轉到了莫斯科，2個人呢分到了一個宿舍。我說的都是真事兒。那麼當時大家知道，蘇聯很快就進入了戰爭時代了，經濟也很困難，老百姓呢只能吃得起黑面包，而且要买面包要排大队的。但中山大学的伙食非常好，这個有肉有奶有蛋，年輕人嘛還有魚子醬，所以莫斯科中山大學這些年輕的中國留學生呢吃得非常好，飲食營養非常充分。為了照顧他們的胃口，還特意請了中國廚師給他們做飯，食宿都是免費的，所以他們就保暖思淫欲。哎，他們就開始在那胡來，在這個裡邊胡來，男性第1名，荷爾蒙最爆棚的，當然就是蔣經國同志了，尼古拉同志啊。一幫年輕人保暖思淫欲，就出了個什麼事兒呢？那個大家知道，蔣逢源中原大戰，蔣介石有一個很煩的人叫馮玉祥，那個3姓家奴叛變將軍馮玉祥。馮玉祥有個閨女叫馮佛能，佛就是 dollar 的意思。你看他爸給他閨女起名，就能表現出他爸的這個人生追求就是 money。所以馮佛能那個學校大部分都是男孩，女生不多。馮佛能是其中裡邊長得最好看的，高頭大馬的。蔣经國當時呢就是性欲比較旺盛啊，就想騎啊。蔣经國他爹蔣介石啊，馮佛能你想想那也非常的识时務啊，就背騎啊，2個人就談戀愛啊。蔣介石的兒子幹這個馮玉祥的閨女，哎，這個事兒你們就不知道了。所以這歷史啊，它是互相聯繫的啊。你看蔣經國跟鄧小平認識，你們不知道吧？啊，不但認識，還有他們一個宿舍，還一起嫖。那蔣經國後來就操馮玉祥他女兒，這個你們不知道吧？蔣經國兒子每天晚上都騎馮玉祥女兒，然後2個人騎到什麼程度呢？因為當時中國的男女學生亂搞，共產黨這個地方性需求是很旺盛的嘛，那是共產共妻，所以呢，就是學校並不反對。中山大學呢，為了方便男女學生談戀愛呢，本來是分男女宿舍的，那麼為了方便，專門設了一間房子啊，一間空的宿舍，專門就是叫炮房，俄語他們叫優惠室，約會室。每天晚上優惠室開放，每一對男女同學可以用2個小時，不短了，2小時啊！我去，身體都相當猛啊！排隊談戀愛的同學輪流用，可是一晚上你想2個小時一段，它不夠啊，對不對？你他媽不可能半夜3點去打炮吧？那一般都是比如說7點開始，到12點也就結束了。大家的話一晚上只能排3對，不夠啊！蔣經國每天晚上都要騎馮福能，他媽排不上，也不可能每天晚上第一炮都讓蔣經國、馮福能罷了呀。所以蔣經國呢荷爾蒙爆棚，嫌這個炮房排不上。哎，他想起來，他到蘇聯的時候，斯大林他大伯跟他說有事找大伯，他去蘇联這快1年了，那時候還沒找大伯任何一件事兒。這個事兒他真的去找斯大林去了啊！這個蔣經國日記裡邊都有，他去找斯大林，他說那個炮房不夠啊，我排不上，我很痛苦，大伯你要幫我。哎操！斯大林一看，這
算個雞巴事兒啊！我操，回去吧。第二天，校長拉蒂克先生就給蔣經國和冯福能特意準備了一間卧室，哎，你可以專用的啊，你可以天天在這兒打。所以在1926年，中山大學的每天晚上都有一個炮房，炮聲隆隆。2位學生，中國留學生，一個叫尼古拉，一個叫尼支達諾娃，馮玉祥的閨女馮福能叫尼支達諾娃，兩個人呢以夫妻相稱，革命夫妻，天天操逼。蔣介石的兒子每天在這個地方騎馮玉祥的女兒，而且在中山大學當年的學生名冊上，今天有歷史記錄的啊，他們倆是夫妻關係，哦。也就是說，嚴格的說，蔣經國同志的第一任老婆是馮玉祥同志女兒馮福能，這個就是歷史，這個就是事實。當然，后來馮玉祥抽大街了，蔣介石也不理馮玉祥了，成了仇人了，双方都不提這事兒。好了，沒過多久呢，就是好日子没過多久，1926年的事兒啊，他媽1927年了。你們一定要記住，為什麼蔣介石狗操的北伐了？北伐之後叛变革命啊，所謂叛变革命，它是真叛变革命，它不是叛变共產黨的革命，它是叛变了北洋民國，顛覆了中國，它利用蘇聯的錢和槍顛覆了北洋新中國啊，民主中國。消息傳到莫斯科，馮福能和他親哥馬上申請回國，馮玉祥的2個孩子順利回國。哎，蘇聯人沒攔着，那蘇聯人有想法，放了馮玉祥的孩子回國。蔣經國一看，哎，機會來了。蔣經國也找校長，我也要回國，我要回國參加戰鬥，消滅反動派。我親爹蔣介石。校長說：“你別給我來這套，這我們蘇聯就他媽都是特務出身，你給我來這個，別給我來這個立根燈。”結果就不讓蔣經國走啊，所以蔣經國一下子就抑鬱症了，他差點自殺。那段時間年輕啊，20來歲，他就是等於成了质子，本來是他媽的小王子，變成了质子。蘇聯人把他流放到了苦寒的西伯利亞，撵出莫斯科。大家都知道西伯利亞在蘇聯時期意味着什麼啊？尤其是2戰前後的蘇聯，西伯利亞就是給你流放了，安排工作到烏拉爾重型機械廠做一個工程師。蔣經國這時候的想法，在他日記中清晰的講：完了，這輩子恐怕都回不了中國了。我爸爸跟蘇聯翻了臉了，我完蛋了，要終生老死在西伯利亞。多次想到自殺。在這個工廠裡邊，蔣經國認識了一個年輕的女人啊，女工，白俄女人，叫芬娜，是個俄國女人。芬娜就是後來的蔣方良，蔣经国的正牌夫人蔣方良是個俄罗斯女人，老毛子。国民党官方歷史上，那個假歷史上是這樣寫的：一個寒冷的寒冬夜晚，芬娜被幾個酒鬼性騷擾，蔣經國練過拳腳功夫，英雄救美，3拳2腳李小龍附體，哇，打跑了俄羅斯酒鬼。從此芬娜是以身相許，你一聽就是假的嘛。那蔣经國那小个兒，我操，他媽的英雄救美，他打得過幾個俄羅斯老毛子嗎？那不開國際玩笑嗎？他挨打還差不多，是不可能的嘛。真相是怎麼回事呢？事實真相是，當時芬娜是監視他的一個，等於是蘇聯安排的這麼一個特務，放在他身邊監視他的。當然，芬娜也不是什麼達官顯貴，芬娜被流放到那兒也是個社會勞動底層的女兒，就是蘇聯最 low 的那個底層的女兒。但是她也有任務，她監視蔣經國，但是呢，很快就解除了監視，因為蔣經國也沒什麼事兒嘛。那芬娜跟蔣經國呢日久生情呢，芬娜就決定嫁給蔣經國。蔣經國呢小身板呢，當時呢荷爾蒙無處安放啊，就等於是實際上就蘇聯共產黨也同意了這個事兒，就是把芬娜這個蘇聯勞動底層的女孩，18歲、19歲這麼一個很年輕啊，芬娜安排給了一個年輕的蔣經國，這個中國絕望中的中國男孩，做了他的仿真娃娃，高仿100%高仿娃娃，肉便器。今天這樣。就是為什麼？就是防止蔣經國同志荷爾蒙無處安放，所以呢，就每天晚上呢，讓芬娜陪着他，讓他騎着芬娜，這樣的話他有事兒幹，這才是事實的真相。但是呢，凡事有好有壞啊，好處就是什麼呢？好處就是，哎，我講底層邏輯好聽吧，就是特別清晰，因為這是人性嘛，這是邏輯。好處是什麼呢？好處是芬娜這個大身板子真的是跟馮福能有一拼，就真的是讓那個蔣經國同志年輕的男孩性旺盛，哎，真的就是每天肉用得很爽。肉便器用的上癮了，就捨不得死了，這是好處。壞處是什麼呢？壞處是後邊就顯現出來了，就是芬娜的基因不太好。哎，這是老王個人的觀點啊，這個當然很不禮貌，但是很殘忍，但是它往往是真相。就是芬娜不是一個俄羅斯的名門望族，他的遺傳基因帶來了俄羅斯的那個老毛子的酒鬼基因。芬娜的父親是個老酒鬼，大家知道老毛子那喝酒那不得了的，所以芬娜就是蔣方良和蔣經國先生生的孩子，他們是生了很多孩子的，3個兒子吧，我記得就是長大成人的孩子3個，3兒1女吧，沒有一個有出息，全都沒出息，那就是都是嗜酒如命啊，打架鬥毆，學習不行，他的混血兒都不行。
這也是後來蔣家為什麼沒有人才接班的主要原因。他没有生出好的兒子来，这是不好的一面。但好的一面是什麼呢？芬娜作為一個俄羅斯底層婦女，她非常守本分。就芬娜這一生從沒有因為自己是中國的第一夫人或者中華民國的第一夫人而專橫跋扈、拋頭露面，一直保持着即使是中國傳統大家閨秀都難以做到的那種溫良賢惠。所以你看，芬娜的一生是非常矛盾的一生。一方面她出身贫寒，但另一方面她嫁給了蔣經国以後呢，她并没有小人得志，她非常保守，非常的傳統，孝敬公婆，照顧家庭，所以深得蔣介石和蔣介石的夫人宋美龄的信賴和喜歡。这也使得蔣经国一生都不能把蔣方良怎麼樣。他想換老婆，他當然想了。他回來之後第一件事想換老婆，蔣介石一直沒有點頭。這個就是好處和壞處，凡事都要站在月球看地球，站在遙遠的未來看過去。所以蔣家因禍得福，因福得禍，禍福相倚。這就是蔣方良的故事，蔣經國的正妻。蔣經國先生一生非常曲折，非常傳奇。蔣經國先生的故事3天3夜咱們也說不完，所以呢，今天我們就只講他屌上的這點事兒，就是講一講大家不太喜歡提或者不說的一些野史。